这7天我们是欢天喜地了，全世界都非常的不消停。这种不消停其实根源上讲都在于我们和美国之间的相当于是一个巨大的洋流，这个流向在发生改变，所以在这个流向中的每一个利益团体或者是政治体都会发生很重大的这样的冲击和怎么说萎靡和凋谢。首先美国继续进逼马杜罗政府是吧，而且另一方面就是以色列跟欧洲开始了舆论战的 battle， 他们这两方其实围绕的都是美现在的一个策略。一方面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收缩，那收缩以色列这边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给乌克兰可能要解除战斧的这种远程武器的这样的限制，那普京都不惜放出话来说，如果开放了提供战斧导弹的战斧的军援，那么就会摧毁美俄关系。事实上我之前有篇文章里也讲到了，如果川普现在对欧洲对乌克兰的态度180度大转弯，其实并不是说明他对欧洲更好了，恰恰是说明他接下来要请自己的盟友上桌了，因为彻底打乱打残他才方便收割。那另一边川普的这种收缩的政策其实也就决定了他必须要对南美对拉美实现比以往更严格的控制。那么对委内瑞拉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其实这是一个关于石油和美元结算以及对于自己后院的控制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其实是接下来不只是委内瑞拉，其实阿根廷也要生变。阿根廷现在米莱的政府已经失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地区的选举的优势，接下来基本上中期选举无望，所以特朗普难得的很慷慨的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援助。接下来如果保不住米莱，那么很可能阿根廷会成为第二个巴西，这个是川普绝不可能接受的，也是美国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本质上就是我的判断是我们将要拥有一个离岸，我们的离岸现在理想的目标是南美，那么美国就会被迫成为我们离岸的门口。我们现在在他离岸的门口，你如果不成为你自己的在岸，你就成为了对手的离岸。那现在美国马上就要失去它的离岸了，不管是西太还是整个欧亚大陆带来的这种平衡，那么他就要竭力的保住自己的在岸，在博弈的过程中让我们尽可能慢的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到拉美和南美中去，这个是他现在必须要保住的事情。所以委内瑞拉这个事情确实比想象的要更棘手，不单纯是说他一抽风要展示一下武力，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而且这有可能是一个很长期的对拉美和南美的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的过程，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当然这里面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博弈平衡在里面，还涉及到比如说现在阿根廷在抢美国的大豆的这个份额，特朗普的这个策略啊，他和拜登有什么不同？他是一个交易型的策略，另外一个方法叫博弈型的策略。一般来说政治上是这两种策略，大家简单理解就是交易型的策略是注重眼前的，我眼前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而博弈型的策略是统观全局的。比如说民主党就更在乎这个，就是他的盟友关系啊，他的长远的地缘收益啊，而特朗普是不在意这个的。特朗普现在其实要求的就是交易策略，所以他经常会做出一种很 taco 的事情，然后用长期利益来交换眼前的这个利益。但是现在真到了家门口了，见真章了，马上就要发生巨大损失的拉美和南美的问题上，他反而不再采取交易策略了，而采用了刚才说的博弈策略。为了要长远的这样的一个拉美和自己南美的后院，即便在阿根廷抢占了他的这个大豆的份额的情况下，依然去力挺阿根廷，其实就是在放弃他的交易策略。那么他在近岸还依然能够秉持着博弈策略而非交易策略，就说明他对此啊是志在必得的。而他现在对欧洲是什么？交易策略，眼前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就跟卢浮宫着火了，你去救哪幅画，救门口那幅画。欧洲现在就属于这个情况，他对南美依然是志在必得的。所以大家其实确实是可以更为关切一下，与其说关切委内瑞拉，不如说更关切一下阿根廷的选情。阿根廷的选情其实也决定了委内瑞拉这个事情有多么的急迫，因为如果依然川普救不回来现在的米莱的执政地位，很有可能对委内瑞拉的这个操作会继续加速，这几乎是一个彼此促进的关系。如果他依然能控制住
他最忠实的小弟在阿根廷，那么对委内瑞拉的这部分就可以徐徐图之。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毕竟谁都不愿意家门前生乱，如果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是最好的。他现在其实就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和策略。刚刚不是才新闻爆出来说，马杜罗政府挫败了一起假旗行动，说是这个委的在野党搞了一群人要去端了美驻委的大使馆，其实这应该就是串通好的，来一出这个假旗行动被挫败了，就说明现在特朗普是很希望能通过内部颠覆的方法，而不是通过外部这样制造大规模的动乱来影响到自己家门口的这种方式来控制住拉美和南美的后院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其实真正影响的依然是石油美元的结算这个部分。现在最重要的点其实是欧洲。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下。你们可以认为欧洲就是美国的病会先病在欧洲身上，所以你看，在特朗普宣布美国政府停摆，说兰州俄勒冈说今天宣布他叛乱，事实上他也没有那么复杂。简单的说，就是内部矛盾激化，大家都很好理解。内部矛盾随着工作、就业呀、收入啊、福利下降种种原因，只要被激化，大家看到的就是第一，混乱；第二，福利下降。如果他的内部矛盾已经开始被引爆、被激化，那么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奋斗一下，一个就是陷入动荡和分裂。美国现在肯定还不到奋斗的时候，他又不想入内部的分裂，怎么办呢？就输出矛盾，这个就是西方最擅长的输出矛盾。那么输出矛盾，谁离他越近，他越输出谁。简单说，他现在再把他的福利矛盾输出给欧洲，再把他的金融矛盾输出给日本，这就是现在欧洲和日本都在发生剧烈的政权更迭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今天细细的拆解一下这个根本原因，我们要怎么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刚刚提到了哪一方的人过得更好，哪一方就容易获得长久的胜利，哪一方的人过得不好，要么进入我的奋斗，要么进入分裂，就这两条路。那么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一个中间阶段，就是输出矛盾，但是这个事不解决，大家都明白问题就在哪里，对不对？它能吸得到血，那么它还能再缓一阵儿；如果它吸不到，很大可能性带来的结果就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经济先从日本崩，然后再崩到本土，福利先从欧洲崩，然后再崩到本土，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两点。第一点是我们现在都已经意识到了，西方的制度并不像他说的可以治百病。他当年说的时候，是我们一切的美好的文明的民主的制度解决了问题。现在看那也不解决问题，那你这个问题不是也没解决吗？所有的制度它都不可能永久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它的制度在一段时间内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那么它会发生一段时间的正向的作用。其实我们才是制度的老祖宗，我们每一次的变法本质上都是一次制度的探索。那么这个制度如果已经开始进入到失效的时候，第一，它几乎很难有自我纠错的功能，这是一个死亡螺旋，因为它是有路径依赖的。现在欧洲和美国的死亡循环其实就是过高的福利制度和它糟糕的选举制度。你想要选票，你就得保证福利，那么你想要保证福利，你经济就得崩溃。那更本质的原因其实就是制度在它之前的经济发展规模、人口规模、地理规模以及产业链长度刚刚好。那么现在人口规模没变，地理规模没变，什么变了？产业规模和产业链的长度变了。要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其实决定了我们接下来的路和西方的路不一样的一个根本。以前在欧洲，它的经济可以发展的好，它的这套灵活的制度可以发挥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手工业小作坊，大家在一个车间里能搞出个车来，那几个车间里可以搞出一整套汽车的零配件的生产体系来，放到一个城市里，基本上就可以成为整个世界的汽车之城，某一个产业链之城，甚至金融之城。那个时候一个城市就可以承担整个世界在这一个行业的产业链的分工了。但是比如说芯片，它的产业链已经太长了，从稀土到每一个环节，稀土之前还有多个重工业的环节，这个产业链长到莫说一个城市，一整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包含掉整个产业链。现在能做到的只有我们，为什么？本质上是因为人口、地域和广域的治理能力，以及大家合力能够产生的对产业链的控制相关。那在这个相关性基础上，
才是我们谈论我们的科技的未来，我们的产业的未来， AI 的未来。现在美国的 AI 企业已经开始在炒概念了，对吧？就是纯炒硬炒。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他只长中枢神经，他根本就不长四肢，他觉得我先把脑子长出来，只长大脑。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走不了路的，对吧？那么为什么走不了路？单纯是说他衰退了，他们懒，他们教育不行吗？其实不完全是，是因为这条产业链太长了，它完成不了这样的分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概念。在西方整个的历史上，或者纵观全人类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13亿人口的密集协作、广域治理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所以这样的经济体，它本身能够产生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可不是1+1大于2这样子。说我们有13亿人，那我们就是3亿人的4倍多一点吗？不完全是这样，这是个指数级的上升。所以我们考虑说是制度的时候呢，其实只看到了制度的一点，就是制度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是因为它的人口、地域和它的当时的生产力分工决定的。而我们要是再往深一点看的话，其实就发现了每个国家就是因为这几点要素决定了它的天花板是有巨大差别的，而天花板的差别在古时候反映在国力上、盛世的这种图景上，在现在其实就会反映在和现实世界的平行世界、金融世界。金融世界是什么？其实是对现实世界的未来的预期的交易。